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。10多年前，我一直以为科学家用手掰开原子弹防止核爆炸，这就是一个笑话。直到有一天呢，学姐跟我说，这不是笑话，而是真实的故事。被掰开的那颗原子弹是广岛、长崎那2颗的孪生兄弟，它在实验室里面有2次都差点爆炸了，都是被科学家一把掰开的。这颗原子弹被叫做恶魔核心，它至少杀死了2名顶尖科学家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恶魔核心的真实故事。这是一个 6.2 公斤重的核心，由2个布加半球组成，直径 8.9 厘米。它正处在亚临界状态，一旦跨过超临界状态，达到临界状态，核裂变就会启动。先是释放出超强的中子辐射，出现蓝色的辉光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无法停止裂变，它就会释放出来越来越强的能量和辐射，把现场变成一个切尔诺贝利，核污染将扩散，杀死周围所有的人。这颗核心代号鲁弗斯，是4颗原子弹核心之一。0号核心代号小男孩，在广岛爆炸。第1核心代号大男孩。第2核心代号胖子，在长崎爆炸。第3核心正是这个没有被做成炸弹的恶魔核心。解密资料中显示，在最坏的计划当中，美国是准备让这4颗核心分别在广岛、长崎、新系和小仓爆炸。但是8月15日，日本投降，恶魔核心也被送回了新墨西哥的沙漠里。这里有一所叫做诺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，就是在这个不起眼的沙漠实验室当中，人类掌握了能够摧毁自己的力量。时间回到1945年7月15日，一个神秘的炸弹正在被吊装，行动代号3位一体。这是一个长 5.5 米的炸弹，代号大男孩，装载着第1核心。美国空军说它太长了，我们无法携带它飞越太平洋。于是实验室主任奥本海默说，那就让它变成一颗实验弹吧。这天下午，主任的2个得力助手正在吊装炸弹，留下了这张照片。戴墨镜的人叫做路易斯·斯罗廷，坐在后面的那个人叫做哈里·达里安。第2天清晨5点29分，白色的沙漠上升起了红色的蘑菇云，人类的首次核爆试验成功了。所有科学家都看向奥本海默，他是原子弹之父，想听听他怎么说。然后奥本海默说了印度史诗《博加梵歌》中的一句话：现在我变成了死神，世界的毁灭者。接下来的8月当中，全世界见证了奥本海默的这句话，就连叫嚣1亿玉碎的日本天皇也在投降诏书上签字。奥本海默离开了沙漠实验室，而他的助手们继续在那颗恶魔核心上面做着各种危险的实验。当然，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厉害。8月21日，日本都还没来得及在投降仪式上签字，恶魔核心就出事儿了。这天晚上，那个叫做达尼安的科学家一个人赶回了实验室。本来今天大家都早早的已经下班了，一起去喝酒了，但是喝到一半呢，达尼安突然来了灵感，赶回实验室做实验。整个实验室空荡荡的，只有实验室的门口坐着一个保安。达尼安在恶魔核心的周围搭建了一层碳化物的砖块，他很专心，因为他正在做一个从亚临界状态到超临界状态的危险实验。实验的原理大概是这样的：2个布加半球合在一起以后，就会进入亚临界状态，开始向外发射中子。如果控制这些中子流，让它们全部反射到核心当中，那么就进入了临界状态，也就是核裂变被启动了，相当于核心变成了一颗原子弹，就要爆炸了，释放出能量和辐射。这个时候呢，达尼安正在用他的双手精准地控制反射板，也就是那些碳化物的砖块，给中子留出一个很小的通道，通道越来越小，千万不能让中子全部回流到核心当中。这个实验达尼安已经做过几10次了，不会有意外的，他相信自己的双手。门口的那位保安无精打采，真的不敢想象，他要是知道3、4米开外那个哥们儿正在徒手控制核爆，他还能不能这么淡定地打着哈欠。突然达尼安手一抖，一小块碳化物掉到了金属球上面，声音很大，惊动了保安。保安抬起头，但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碳化物恰好堵住了中子回流的那个空隙，示波器瞬间爆表，幽蓝色的辉光出现，这说明裂变已经开始了。达尼安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可以阻止核裂变，
他顾不上那么多了，直接伸手一把将那个碳化物砖块给撸了上来，中子又顺利的流出了核心，核裂变停止，示波器恢复正常。达尼安瘫坐在椅子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保安站起了身，有点不耐烦的问：“刚刚那个实验事故，你是不是得填个表？”达尼安这才想起来屋里还有个保安，他对保安大吼：“赶紧出去，赶紧出去！”保安当然不知道，刚刚一瞬间，他的身体已经被中子辐射轰击，而达尼安靠得更近，他的身体受到的辐射剂量已经超标了几十万倍。达尼安的 DNA 已经断裂，免疫系统正在崩溃，他已经是一个活死人。几个小时以后，医生给达尼安拍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中是他那只撸开原子弹的手，烧伤和水泡非常可怕。25天以后，达尼安死于辐射性中毒，年仅24岁。那位什么都不清楚的保安，在33年以后死于急性白血病，62岁。接替达尼安实验的就是那位墨镜哥斯罗廷，他是一个更加大胆的狂人，他总是穿着标志性的蓝色牛仔裤和牛仔靴出现在实验室当中，手里拿着一把螺丝刀，走向恶魔核心，开始他的实验。他在大学里的时候是个业余拳击手，打遍各大高校无敌，毕业以后又去西班牙打过仗，帮英国皇家空军测试过新型战斗机，当然也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组装过原子弹。当时他35岁，对原子弹充满了不屑。他改进了达尼安的实验，他用皮元素做了2个半球罩子，罩住恶魔核心，然后用一把螺丝刀撬住2个半球，另一只手呢摁在半球上面，他就这样凭手感来控制半球的缝隙，也就是控制中子的流量。如果他的螺丝刀打滑了，缝隙突然被闭合，那么中子流将全部流回到核心当中，瞬间达到临界状态，引发核裂变。在这种无死角的罩子里面，核裂变爆发出来的中子辐射会比达尼安的实验更加猛烈。当时另外一位大佬叫做费米，他曾经警告斯洛廷：“你这是在烧弄一条睡龙的尾巴，如果不立刻停止，你将在1年之内死掉。”但是斯洛廷相信自己的螺丝刀，命运掌握在自己的双手上，怎么可能打滑？他先后10几次在很多人面前表演了这个烧弄龙尾的杂技。自从达尼安事故以后，美国军方就规定了，超临界实验必须在至少2位科学家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进行，所有的示波器加装警报系统，安保措施必须升级加强。但美国军方忘了规定，科学家们不得用双手直接操作。都不到费米预言的1年时间，达尼安事故后刚刚9个月，恰恰也是21号，实验室里又出现了那一抹蓝光。这天，实验室里一共有8名科学家，大家都很紧张，各就各位。斯洛廷开始用他的螺丝刀控制中子流。斯洛廷很小心，缝隙一点一点的变小，数据也一点一点的被记录下来。正当实验准备结束的时候，一个科学家去拿表单，结果表单上面有一杯咖啡，咖啡打破了，这杯咖啡把所有人都吓得虎躯一震。斯洛廷手一抖，螺丝刀打滑了，2个半球被合上，幽蓝色的辉光照亮了整个实验室。斯洛廷站起身，想都没有想，顶着热浪立刻伸手掰开了2个半球，蓝色的辉光消失了，裂变停止了。前后不到半秒钟的功夫，斯洛廷看看自己的手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救了。斯洛廷突然大声喊：“所有人不要动！”然后斯洛廷把粉笔扔给大家，让大家标记上自己刚刚受到辐射轰击时的位置。接着斯洛廷开始在黑板上写公式，计算辐射量，嘴里叼着一根烟。他要赶在自己身体崩溃前，给医生留下更多的第一手医疗线索。算完以后，他扔掉粉笔，说：“没有人受到了致命的辐射量，除了我。”接着再点上一根烟，又说：“我死定了。”刚刚离开实验室，斯洛廷就开始呕吐。他说他的嘴里越来越酸，就像含着一个大柠檬。在医院里，很多志愿者为斯洛廷捐献血液，但辐射已经摧毁了他的 DNA。他的身体无法再制造新的细胞，免疫系统崩溃，但他的意识还清醒，他只能眼看着自己的身体瓦解。到了事故发生的第9天，斯洛廷在医生为他特制的氧气帐篷中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年仅35岁。后来医生们发现，当时现场斯洛廷用身体挡住了大部分的辐射，才让在场的另外7个人逃过了一劫。
也是斯洛廷急中生智，用手掰开了2个半球，才没有导致更严重的后果。19年以后，在场的另一位科学家死于急性白血病，42岁。20年以后，又一位在场的人死于急性心梗，55岁。27年后，还有一位在场者死于再生障碍性贫血。在场的一个学生从那以后发誓再也不参加任何物理实验和物理研究，转行做了一名律师。在2001年的时候因病去世，81岁。这些资料解密以后，有位历史学家把整个故事叫做第3核心的复仇。他说，当初曼哈顿计划在绝密状态下制造出来的3颗钚核心被装在一个金属镁做成的小盒子当中，当时没有人知道它有多恐怖。第1核心在3位一体实验中被引爆，让奥本海默感叹自己变成了死神。第2核心在长崎引爆，第3核心在实验室中复仇。第3核心后来被装回到原子弹当中。1946年7月1日，他又被带到了比基尼环礁，准备进行海上核试爆。但突然他又出事了，具体的细节军方至今没有解密。我们只知道军方临时取消了对他的试验，那次试验当中只引爆了另外2颗试验弹，1颗在空中，1颗在水下。回到美国以后，军方立刻将它融化，材料后来又被利用制造了其他的核心。统计各国解密的资料，我们发现从1945年到现在，全世界已经发生过60起类似的临界事故，造成了21人直接死亡。这其中1999年发生在日本东海村的事件被记录的最为详细，也最为恐怖。如果心理承受能力不够，请大家千万别搜索相关的关键词。也许原子弹真的像奥本海默说的一样，是人类难以驾驭的死神力量。但是这个世界上却又有一个被原子弹炸过2次都幸存下来的老人，他叫做山口强。1916年出生，29岁的时候正好在广岛出差。8月6号这天，他们一行3人出差结束，准备去办回程的手续。走到半路上呢，山口强突然想到了印章忘带了，他就赶回去拿印章。取完印章，刚刚走出房间，他就看到一辆轰炸机和2个小的降落伞包。山口强觉得不对劲儿，就立刻闭上眼睛，捂住耳朵向前趴倒。随后一阵强光出现，还有巨大的声响和热浪，一下子就把他吹飞了，他也被撞晕了过去。8月8号早上，山口强回到了长崎老家，家人和他拥抱，还让他赶紧把双脚露出来给大家看看，因为在日本民间传说，鬼是没有脚的。山口强随后住进了长崎的医院接受治疗，结果只住了1个晚上，他又觉得明天得赶紧去公司汇报一下出差的情况才行啊。于是8月9号上午，他离开医院，到了公司，他跟领导说，我回来了，但是整个广岛都没有了。领导还在批评他说，你也是工程师，你给我算算，1颗炸弹怎么可能摧毁一座城市？你也好好算算你是怎么活下来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公司外面传来强烈的白光，整个房间都被照亮了。山口强意识到毁灭广岛的那个东西又来了，接着山口强又晕过去了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长崎也变成了一片废墟。后来在医院里，山口强皮肤上的那些伤口一直无法愈合，头发也掉光了，还高烧了1个多星期。但是差不多10天以后，山口强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。他一直坚强的活着，直到2010年才以93岁的高龄去世，死因是胃癌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最后夫人说，用手掰原子弹，用螺丝刀戳原子弹，被炸了2次还能活到93岁，这些故事都太夸张了。